12月1号，和平在这一天戛然而止，人类又回忆起了被战争支配的恐惧。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临时停火协议在12月1号上午7点结束。期限过后呢，双方均未宣布继续延长停火协议，加沙地带战火重新点燃。据路透社报道，在停火即将结束的前1小时，以色列声称拦截了一枚从加沙发射的火箭弹。以军发言人在当天宣布，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并重新对加沙地区发起攻击，打击以空袭和炮击为开端。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本格维尔在推特上发文呼吁全力粉碎加沙。其实呢，在停火即将结束的前一天，也就是11月30号，哈马斯的2名武装分子进入耶路撒冷西部地区的巴士站，趁乘客高峰时段搞事，导致以色列数人伤亡。据以色列警方透露，这是来自东耶路撒冷的一对兄弟，此前呢曾在以色列入狱，2人驾驶一辆汽车来到车站，一人手持 M16 突击步枪，另一人手持手枪。随后悲剧发生，2名枪手呢被一名下班的以军士兵和一名合法持枪的以色列公民当场击毙。哈马斯卡桑旅发布声明，承认这起枪击案是由他们发动的。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时说，这起枪击案是我们与哈马斯组织进行无休止战争的一个例子。至此，加沙的停火协议被正式打破。早上7点开始，以色列空军和陆军第162、36和252师合作，轰炸了加沙地带200多个目标。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和拉法赫、北部加沙城、中部戴尔拜莱赫均遭到轰炸袭击。同时，向汉尤尼斯的巴勒斯坦人投送传单，告诉他们继续向南迁移。12月2号，在以色列北部，黎巴嫩武装也恢复了对以军的打击。另一边，以色列国防军在官网公布了他们的轰炸安全区攻势计划，在他们的官网上给加沙的每一个街区编上了编号，有2000多个分区，然后让巴勒斯坦人跟随指示移动。加沙的居民们请注意并查看这张地图，记下自己的编号，必须通过各种媒体追踪和遵循以色列国防军的指示来移动。随后，以军第551、215、261旅从基苏菲姆路直插萨拉丁大道。这个动作呢，比大兵此前预测的要早，而且行动上更加迅速。仅1天时间，3个旅就推进到了萨拉丁大道。后续的行动是否与大兵的预测相同？兄弟们可以去看看这期视频。好了，咱们接着说哈马斯这边的反应。他们开始四处袭击以色列部队，但收效甚微，没有对推进的以军造成影响。反倒是在12月3号损失了1名指挥官。哈马斯沙地营指挥官海瑟姆·霍贾里，该指挥官参与了10月7号当天的对以行动。截止到12月4号，哈马斯的反抗还是类似于加沙北部隧道加游击战，但以军这次明显的不再缓步前进，而是开始快速推进，同时辅以空军轰炸。这次中部的推进呢，就是很好的例子，迅速有力的行动是结束战斗的好办法。最后，根据以色列国防部统计，至少有800个隧道口被破坏和封堵，不知道哈马斯的隧道还剩多大效果。但以色列国防部长表示，考虑到战场环境、军队等多方面的因素，停火协议后的军事行动将会持续2个月。另外，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当然也没忘记袭击美国海军。11月29号，在南红海的曼德海峡，美军的阿里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卡尼号击落了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发射的伊朗造的 KAS-03 无人机。12月3号，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在阿拉伯湾拦截了伊朗无人机。4号，卡尼号驱逐舰在红海海域南部于中午12时到下午16时分别拦截了4次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他们的目标呢，并非全是卡尼号，甚至还有经过此海域的其他商船。美国将与其国际盟友和伙伴充分协调，考虑采取有所适当的应对措施。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看另外一个火药桶。2023年11月25号到12月3号期间，俄军使用精确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军的机场、军火库、武器等进行了30次集体打击。
在库皮扬斯克方向，乌军第10山地突击师、第57摩托化步兵师、第14、43、53、67机械化旅至少在新科夫卡村地区进行了至少18次进攻，但都被俄第25摩步旅和47近坦师击退。因为新科夫卡村北侧是俄军的主攻方向，但他们在此的进攻也毫无进展，双方火炮打击一直保持着高强度状态。在利曼方向，乌军第12特种旅、第47、第67机械化旅和国民警卫队第31旅以及第117和第125国土防御旅共同防守俄军中央集团军。在对峙了3个星期后，俄军终于从12月1号有所动作，仍是利用坦克和步兵协同推进，后面由炮兵掩护，乌军利用无人机和炮兵应对，双方激战数日，俄军并未得逞。乌军表示，在此已经击退了俄军15次以上的进攻。在顿涅茨克方向，俄军南方集团军在努力了20个月后终于攻下了满目疮痍的马林卡。这应该是最近俄乌战场上最大的攻守转换了。所以大兵在这里多说几句。马林卡位于顿涅茨克市西侧，距离市中心大约20公里，面积2.3平方公里，人口9000人。在2014年东部战争期间就一直在乌军控制中。由于马林卡正好处在双方交火线区域，当地亲俄组织多次试图占领这个城镇。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俄军及当地亲俄组织轮番组织对马林卡镇的进攻，但均被乌军击退。谁也没想到马林卡的攻防战能超过20个月。这次俄军进攻的部队是俄军第103机械化步兵团以及当地武装第5步兵旅、第3机械化步兵团。防守的乌军相对薄弱，主要是5月份轮换过来的乌第79空中突击旅和下属的无人机大队。根据俄军发布的航拍视频，目前马林卡镇9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乌军控制了西侧大约9栋建筑。但兄弟们都明白没有任何城市能在高强度的炮火中生存20个月，更何况只是一座小镇。现在的马林卡没有地面建筑，双方都构筑了大量的地下工事，平时的战斗基本也是以阵地战为主。最近一段时间来看，俄军一直在马林卡专注进攻，乌军也没有放松警惕，双方主要围绕纵贯镇中心的友谊大道进行阵地战。说实话，这个大街的名字真的是太讽刺了。这轮俄军的突破大约前进了300到400米，可能是在这里突然投入了增援部队，乌军本就薄弱的防线在猝不及防下被捅破了。大兵认为乌军应该不会后退，即使是5%，但在俄军的火炮下继续输送补给，对于乌军来说将十分困难。而且由于巴以冲突吸引了太多关注，西方世界对乌克兰的支持明显下降太多，这对于后勤补给无疑是雪上加霜。也许理智的撤退会是更加符合实际的做法，不过未来怎么样谁也不知道，大兵还会继续关注马林卡。在巴赫穆特区域俄军持续进攻博赫达尼夫卡的乌军阵地，同时从2个方向对伊万诺夫斯基进行多轮进攻。进攻的部队应该是俄军第11近卫空中突击旅以及当地武装第4步兵旅，防守部队是乌军的第92突击旅。不仅如此，俄军还对克里什奇夫卡以及安德里夫卡乌军控制区发动了多轮进攻，但均被乌军击退了。在阿夫迪夫卡方向俄军对亲巴赫穆提夫卡、斯杰波沃伊、阿夫迪夫卡北区发动空袭打击，地面进行了相应的进攻，但均未成功。据说乌军击退了俄军14次进攻。在扎波罗热方向，乌军第71机甲师、第82空降突击师、第33、第65和第118机械化旅均遭受了俄军进攻，有所损失。俄军曾3次试图恢复扎波罗热州罗伯蒂尼以南地区失去的阵地，可惜被乌军击退了。在赫尔松左岸乌军第35、第36和第37海军陆战旅攻打了俄军阵地，并用大量无人机攻击俄军装备和集结点。同时，俄军也观察到乌军在组织装备和人员渡河，使用火炮打击乌军集结点。波伊马区域双方有小规模攻防战，但乌军并未完全占领。到此为止，这是俄乌截止到12月3号的战报。大兵附赠一个小插曲前几日在加沙战场上有哈马斯的士兵模仿俄军作战，在12月1号竟然也有俄军士兵模仿哈马斯的单人反坦克作战，不知道这是不是有什么联系呢？好了，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明日战报再见。